要求日本工作生活首先要过语言关，报班上网课，这得花钱啊，这我真不舍得。一方面呢，这个子弹不够充裕，去一个新的国家创业，肯定没有那么快能挣到钱，你得花存款，所以呢要存多点钱，存久点，以备不时之需。另一方面，我始终认为啊，知识是最不需要花钱就能获取的最值钱的东西，获取的方法应该是时间。于是在2023年3月1号，我跟老婆开始了自学日语之旅。首先购买教材，当时我们买的是新标日本语，现在我推荐大家购买大家的日语，更贴近生活，更能学以致用。新标呢太标准了，太正式了，可能适合考试吧。然后呢，结合网络视频，可以多听几个不同博主的课，然后选几个你比较中意喜欢的，然后交替的学习。50音图，前期我大概花了半个月的时间，每天早上写一遍，下午写一遍，晚上写一遍，每天写3遍，睡觉之前默念一遍，起床起来再默念一遍。50音图是根基啊，必须根深蒂固，深入骨髓，成为人的本能。包括现在我每天还要写一遍50音图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一直用键盘打字，有些字能打出来，但是写不出来，这跟中文是一模一样的，所以必须每天要写。每天除了工作，全部的时间都花在日语的学习上，吃饭都不放过。我拿目击词书背几个单词，可以毫不夸张的说，比备考高考还要努力的多得多。学习内容包括教材、日剧、番剧、日本电影、日本歌曲、新闻，2年时间里啊，我可以告诉大家，歌曲只听日本歌曲，新闻只看日本语新闻，是吧？电影只看日本语电影，电视剧只追日剧，歌曲只听日本歌曲，是不是有点恐怖啊？不可思议啊！但确实这样的，年纪大了，记忆力下降了，唯有勤以补足。至于学习方法，听博主的准没错，大同小异嘛，听写读，尤其是引字跟读。那我个人的心得呢，是学以致用。我每天会用日语写一篇日记或者写一篇演讲稿，结合翻译软件。在国内呢，我用的是有道翻译，到了日本我用谷歌翻译，更精准。当然也可以用人工智能DeepSeek。每天你要有意识的把你想说的话全部翻译成日语，因为你想说的话就是日常正常的交流语言，到了日本非常管用，能够更快的融入到当地的生活当中。1年之后，我跟我老婆2个人报考了日语等级考，她顺利的考出了 N3， 我呢冲刺 N1， 考了75分，满分180分。看来学习这个东西啊，急不来，得一步一个脚印啊，慢慢积累。到日本第1个月，我每天找3个不同的日本人练习对话，练听力，然后每天到公园练习演讲。这呢，我并不推荐大家跟我学，因为我是要用日语演讲的，大家呢只需要能够听懂日语，正常交流就可以了。现在每天起床第一件事，打开电视机听新闻，然后出门必须戴耳机，干嘛？听收音机练习听力。2年下来，感觉这个任督二脉快要打通了，过了语言关，一通百通。好了，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，明天我将继续跟大家分享，为了经营管理签证，我还做了哪些准备，欢迎大家聆听。如有任何疑问，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留言。干巴嘞！